西川城主府，上邑可有个有名的服役师？有的。啊，你李人怎么了？红劲儿，看一看。我说我脸怎么这么麻呢？哥，你说多少次了，别乱吃东西，就是不听劝，天天胡诌什么万物皆可入药，总有一天要死你。会的。你就是服役师？啊，若您找的是上邑城最有名的服役师，那便是他了。啊，你是找找我呢？我不就是服役师吗？哪儿不舒服啊？偏头痛，大多在双侧颞部、头顶以及前额部位。如果剧烈运动或是生气烦躁时会加重。颈部和枕部可有疼痛啊？这个倒是较为少见。这黄帝内经有云：诸风有眩，皆属于肝；髓海不足，则头转耳鸣；颈酸有眩，则目无所视。你这病特别好治，不过你要先转过去。转过去？放松啊！哎，扶疯子，你干什么呢？这可是西川城的特使大人，若有什么闪失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哎呀，这位军爷稍安勿躁。这特使大人是被我施针之后气血上有同步，所以才晕倒了。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有这功夫，你把人扶走。哦，轻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一点，轻点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可不能走！若是这位大人醒了，看不见你，那我们可就要麻烦了。我真的有要事在身，他要是醒了要找我的话，你带他去我家里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也回去吧啊。啊，可是你爹……哦，我爹那个账，回头我给你补上。哪次不是我补的？走了。西川，这我好像听过。我回来了，这么多人啊，干嘛呢？是张医师，你也在呢。张医师，张医师，张医师。死了，爹，爹。你干嘛？特使大人，您好点没有？谁说病人是我啊？啊？那个庸医呢？穿过医馆街路口第2家服饰医馆。你这个庸医，给我滚出来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城中出了桩蹊跷案子。什么意思？今日午时，城中医师尽数暴毙，衙役检查死状，初步断定是中毒而亡。全死了？是，但大人放心，小人已命人封锁消息。只是现场有2位幸存者，不大好办。是谁？一位是
令是福生。福生？那他爹福医师也在其中？在，也已经死了。怎么会如此啊？大人，现场的另一个人恐怕更不好办。谁？西川郡主文觉。郡主牵扯其中，一旦处理不当，我这小小的上亿如何承担得起？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郡主牵扯其中。大人说的是，不如我们当它是一桩仇杀案了结了吧。令使福生，你可知罪？案发之时，你就在现场，是最有时间和机会给众医师下毒的人。我听闻你与众医师之间早有不和，今日他们在医馆议事，却唯独没有叫你，你便怀恨在心，毒杀了众医师，是这样吗？我下毒？你只需告诉我你在不在现场。在啊。你懂毒吗？会用毒吗？这董一自然就懂毒。他承认了，记。哎，好。大人，我觉得您这是一叶障目。就算平日里我与他们不和，但也没有必要因此生恨，更没有必要杀他们。我没这个动机啊。你只要承认与他们有仇便可。大人，死者当中有我父亲，我总不可能杀自己亲爹吧？福生啊，你身为医师，空有一身本事，而你爹却不让你巡诊，想必你早就记恨于心了。发起疯来杀了亲爹，这有可能吗？来人，给福生签字画押，收押入牢，3日后复审。就结案了？哎，这不签，你们上议就是这么审案的吗？哎，快住手！不得无礼！你是这儿县令？小人是这儿的师爷。师爷，怪不得。若是一县之父母官如此断案，那这上议的冤案卷宗岂不落得比成本还要高了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福疯子可是本案唯一的疑犯。等会儿，这不是福医师，他是那个疯医福疯子。你也听过他的名号啊？此人正是福医师的独子福生。就是你这个庸医耽误我找人，受死吧！大人，夫人难产，快不行了！大人，快去找福医师吧，他医术高明，或者还有一些生机。不，福医师都已经死了。那就去医馆去，张医师、李医师，随便哪个过来试试。他们全都已经死了。要不找个医牛的试试，总比医师2命强啊！兽医怎么医人呢？你找兽医还不如找福疯子呢。对，找福疯子，找福疯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这特使大人好像跟福生有仇啊，进来就抓着他砍。特使大人，在下姓杨，是上议的县令。少废话，快帮我抓住这个庸医！大人，你看好，我可不是福生。我们就靠边站。老爷，他流了好多血。杨先生，你就在一边看热闹，还不给我拿下！是错了，是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敢打我？大人，多有得罪，实在是夫人难产，人命关天。待福生救了夫人之后，要杀要剐，我绝不阻挠。行吧，先让他们把我放开。松开！本使还不屑于趁人之危。福生，快跟我走！谁难产？我夫人。夫人睁眼，夫人再坚持一下。夫人流了好多血，怎么办？夫人是不是快死了？夫人要是救不活，我也活不成。妈妈。
回事？这儿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大出血，把孟婆给吓晕过去了。老爷，您快救救夫人呀！我哪懂什么救人？夫人是真的救吗？不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烧壶开水，拿我药箱。是。夫人，我夫人身体如何？大人，也实话跟您讲，夫人盆骨狭小，现下羊水已经快流干了，腹中胎儿肯定是活不长。传统接生的话，恐怕一尸两命啊。老爷，老爷。要如何在1炷香之内才能保大又保小？按常理来说，持刀下腹，顺着肌肉，开腹之后别把取出胎。胎儿是逆位，难怪无法顺产。走，胎死腹中。不行，再来一次。方法是对的，但手法得慢。再来一次。成了。老爷，怎么样？现在只有一个搏命的办法。夫人，你尽力去医治，在此，杨某人谢过了。但是大人，你得先答应我，待会儿我伸手医治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打扰我。好，走。天上归，走地仙。满地黄金铺西川，西川门前石怀砖，卖得洛阳半边天。西川南，西川险。西川吃人不眨眼，斗志禅心金不换，那件白骨顾爸爸，你少在这唬人！我唬人？听说过禅心经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1小粒米就能换10倍黄金，你见过？曾在西川得偿一见。你去过西川？
当然。可我怎么听说这西川城啊封锁森严，外人难以进入啊？这是我拿到西川世袭之后写下的心得，而且我这里面还收录了西川城内冀北商会的悬赏令，收各种奇珍异宝。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完成悬赏任务者可获西川世袭，从此飞黄腾达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我要！我有！哎，别抢地了！哎，都有！先来！大哥，大哥，上亿来了头肥羊，你们继续吃。不准继续！说过多少次，不许在我弟弟面前说这些。忘记了，大哥，我下回注意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听手下的兄弟说，上亿来了头肥羊，就说这苏屋里有多肥？虽然就来了几个人，但是却把整个苏屋的上等房全包下来了。听有的兄弟说，包裹里还有金子。你们跟着我之前，江湖人称什么？关中双雄。狗熊的熊吧？找个东西都找不到。大人，不是我等不尽力，实在是此事太过蹊跷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那些医师就已经离奇身死了。我们刚得知玉盘就在那些医师手中，这么快就有人先一步动手了？难道还有旁人得到了线索？大人，我发现近日西川发布的悬赏令上，居然也有文阙玉盘的悬赏。会不会有人先我们一步拿到了玉盘，才下此毒手？有这个可能。文阙玉盘至关重要，即便医师死了，我们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大人，现在线索断了，咱们怎么找？老子死了找儿子呀！挨家挨户搜啊！不用麻烦了，这事儿我倒能帮忙。阁下可是在找这个？你见过？这个是……哎，你别动那个。说吧，在哪儿？哎呦，不急，先谈谈价钱，我帮你整，你打算出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西川的悬赏令，找到玉盘给这个数，我要2倍。我给你3倍。说，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耍我？我只在悬赏令上见过这玉盘的纹样，可没说见过实物。剁了！哎，阁下且慢动手。我虽不知道玉盘在哪儿，但只要在上亿，我一定能帮你找。就凭你？唉，阁下初来此地，怕是没听过我的名头。我顾天乃上亿四海之首。人送外号顾拔毛，这里的人没一个我没登临过，他们的家眷亲属几何、姻亲、债务，我更是如数家珍。可以这么说，在上野，我若是找不到东西，没第2个人能找到。唉，这上野是个小地方，你们一群生面孔满街找东西，只怕会打草惊蛇，再找起来可真是难如登天了。坐。
说，找到需要多久啊？10天，最多10天，最多3天。大哥，这么多人家一家一家的查，纵使我有人手，也需要时间啊。给他拿笔墨。是。你把上亿所有的医师地址姓名都给我列出来。行。这些就是上亿所有医师家的地址。就这些？嗯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你我首尾同时查，3天足矣。那行，你从尾查，我从头查，咱俩1人1半。你若是诓骗我，我就把你剁成肉泥喂野狗。放心。大人，此人可信吗？你说呢？跟着呀！是。查去。是。林叔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什么买卖啊？陪我去找那扶疯子。哎，大哥，这扶疯子恐怕是找不见了。什么？他跑了？比那还糟，他叫官府给抓走了，说他是那个百亿案的凶手。这扶疯子疯是疯了点，但也不至于杀这么多人吧？哥，你今天见过他吗？见过，我们还打了一架。啊？你这个坏人，才这么会儿功夫，就挣到了奴家几年都赚不了的银钱。你们给我快点啊！顾天，你给我开门！顾天，老娘请你来表演的。春光初现，正是温香软玉好睡眠的时候。给我抓住他！腰部应有扭伤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。看落点应是左侧髋骨先落于麻袋泄力，然后翻布于地面。哎，扶疯子，拉我一把。哦，来，小王八蛋，敢耍老娘！扶疯子，快把他给我抓住！你的债我给你清了。还有这好事呢？就你这身板，还在妓院生着。哎，不是我，是我爹。那就更不关你的事儿了。哎，别走啊！这有句俗话说得好，父债子偿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当真不让？不能让，让了我怎么还债啊？百戏啊，百戏即是百计。若是想瞧了我，不要后悔啊。左肩上提前倾，右肩下沉回撤，左脚前掌蹬地发力。你的招数。什么？
么样？这次换我扶你一把。不用你扶，我也不服。疼死我了！哎，这个是……哎，你别动那个。哎，都跟你说了，别动。这小子全是空架子，没一点真本事。来，带走。是。你们小心点儿。哎，人帮你抓着了，那我爹的账是不是可以清了？全部勾销。真没想到你和你爹都挺有本事的，记得常来哦。我就算了。我看他的样子像是从城外回来的。民叔，哎，你去查查他今天见过谁，把那些人都带回来，要快。好，大哥，我这就去办。县令，怎么样啊？还在医治，但是他承诺会保住我孩子性命。你就那么相信那小子的医术？万一他救不活呢？这扶疯子啊，就是看病的手段怪了一些，但是在他手上没有看不好的病人。他这么厉害？他的师傅啊，可是神医华佗的传人啊，福生自然也学了了不起的本事。大人，何事？来了几个人，声称是摆案的人证。台下何人？草民顾天，身旁这2位是摆医案人证，他们可以证明福生并非下毒之人。起来，如实说来。大人，民女是苏屋的帮厨，福医师昨日在苏屋订了一桌宴席，约好5时来，可到了52刻还没见着人，老板娘便遣我去催问。我去的路上正好就遇见了刚从城外采药回来的福生，老板娘让我问问你爹还用不用饭了。他订宴席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现在整个上医的医师应该都在你家，好像是研究什么药材吧。哦，我说他怎么把我吃出来呢？那我更得快点回去。等等我！民女便与福生一道去往医馆的方向，正好就碰到了这位大人。你就是福医师？啊，确实如此，还顺手把我给弄晕了。福生离开时大概是54刻，他回到医馆大概是55刻。我晕了1刻钟左右，大约是在50的5刻醒来，随后便去了医馆。应该就比那福生慢了半刻钟左右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若是福生下的毒，他需要在这半刻钟之内完成。这可能吗？这半刻虽短，也不能证明不是福生下的毒啊。若是他蓄谋已久，在出生前下的毒呢？福疯子是疯，但他又不傻。福医师是他亲爹，他好端端的毒害他爹干什么？你刚刚也说了，他是个疯子，万一他今天就是疯病犯了呢？万一？这审案讲的是证据，哪来什么万一不万一的？是，小人失言。那福生去城外是做什么的？可有见过什么人？大人，草民见到他了。今天一早，福医师非说我那牛病了，他还给我那牛啊开肠破肚，取出了有毒的豆子，他还让我带他到我们村子里去找投毒的人。对，在这儿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钱，养2头牛。有一头是隔壁老胡家的，我们俩为了节省材料，共建了1个牛棚。昨天晚上，我给牛添料，看老胡家这槽子里啊有豆子，就想让我那牛也吃点。即使豆子有毒，这人吃了可真麻烦，赶紧去看看。吉时已到，是要走吗？且慢！
罗疯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开棺验尸。各位村民啊，这福疯子还担着县衙令史的职务，这验尸啊本来就是他的本职。我啊作为一村的里正，也不想看着村民死的是不明不白啊。这既然如此，开棺。诸位请看啊，眼睛发黄，面部青紫，且带有浮肿，而且我断定这腹中还有残毒，拿银针一试便知。黑了！真正要了他性命的是草屋。这人命关天的案子，他就给破了，太神了！这疯子既能医病又能断案，倒是有点本事啊。是啊，他是何时离开这村子的？应该是4正，倒是跟遇到小厨娘的时间基本吻合。若真是如你所言，他在城外待了这么久，又毫无急迫感，说明这回城的时间对他来讲并不重要。若他真是要下毒的话，必定会赶在午时众医师吃饭之前回来。所以说，这时间对不上啊。师爷，我听起来也觉得福生应是无罪的呀。哎呀，大人，若不把福生认定为凶手，郡主卷入此事之中，将是更大的麻烦。大人，此案疑点重重，福生断无时间作案，你们抓错人了。谁告诉你我抓了福生的？况且仅凭这2人之言，也不能证明福生一定是无罪的呀。有没有人过来帮忙啊？出了何事？我先要一个胆大心细、手不抖的人过来帮我。我去！哎，大人不可，不吉利呀！那我去。不行，你是男子，如何进得了产房？我来帮你。听说你医术神通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不怕血吧？不怕。那就给他走。情况紧急，我只说一次。待会我会从这个位置下刀，待我把肚子划开之后，你帮我撑着2片皮肉，我把孩子一取出来，立刻把脐带剪断，然后把婴儿取走，听懂吗？不怕。怕的人该是你吧？你最好别出什么错，否则杨县令会找你拼命哦。人命关天，先救人。怎么这么久啊？怎么样了？让您久等了。是儿子。儿子，我杨家有后了，杨家有后了。对了，夫人，我夫人如何？夫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身子有点虚。我已留了药方，到时候让下人们照方煎药，切记伤口不要沾水，否则会溃烂流脓，有生命危险。好，好，夫人，你是我杨家的大恩人呐。大人，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福生有一事相求。来，起来。你说，请大人将此案交于我手。我想要为父查出真凶，洗刷冤屈。福生，你刚刚明明已经认罪，衙役何在？押福生签字画押。且慢，此案疑点众多，怎可如此草率结案？大人，让福生查案，怕是不合规矩啊。大人，师爷抓我有3个缘由，但福生想查案，更有3条理由。福生，我那3个缘由条条在理，可没有瞎说吧？师爷，我这3个理由更是字字肺腑。其一，我本是本县令史，查验尸体本就是我职责所在。其2，死者是我父亲，出于孝义，我也该查出真凶，为父报仇。
至于这七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是本案嫌犯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急切的想要查明真相，自证清白。不知道我这把剑还要处理多少条人命。